欢迎回到投资应总经。中国的产品低价倾销全世界，严重冲击全球产业环境，尤其在车业、石化业、钢铁业最为惨烈。但是在中国的倾销战场当中，有人可以不受影响，甚至逆风翻盘的吗？当然有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倾销战场哪些赢家逆势突围。中国以挹注大量资源的某一个产业，先在国内做大，国内卷不动了之后，再倾销国外的方式血洗全球市场。如果我们以中国倾销的企业为中心，在天平的两端摆上输家和赢家，那么输家和赢家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赢家究竟做对了什么？中国在电动车市场造成惨烈的杀戮，以比亚迪为代表，它的主力产品是纯电动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，在中国的市占率高达 50%， 成为销量龙头。比亚迪以低于15000美元的低价车系闻名，在巴西和东南亚市场的带动下，比亚迪2024年前3季的海外销量达到30万辆，成长约2倍。前3季营收达到5022亿元人民币，年增 18.9%， 净利润252亿元人民币，年增 18%。研发支出更是年增 33.6%， 可见发展新技术的动能很强大。比亚迪的攻城略地，掀起汽车产业的巨变。日本的本田和日产正在谈合并，而全球销量第2大的德国福斯已经惨到要裁员缩编。没错，在汽车战场众多的输家当中，福斯是摔得最重而且最具代表性的一家车厂。福斯汽车2024年第3季的营业利益年衰退达 42%， 营业利益率降到 3.6%， 是4年以来最低。而德国汽车业的劳工成本又是全球最高的。根据2023年各家欧洲车厂年报，福斯的劳工成本占营收的 15.4%， 高于保时捷的 12.7%， 也高于宾士的 10.9%， 以及 BMW 的 9.5%。2024年12月21日，福斯宣布与工会达成协议，不会立刻大规模裁员，而是会在2030年前分批裁员大约35000人，以节省每年40亿欧元，大约台币1360亿的劳工成本。工会同意并且结束罢工。福斯汽车削减德国高成本劳工，转向在中国增加投资，获得当地新技术以及便宜的零件，以缩短产品开发的时间，并且降低成本。就短期来看，也许有助于降低成本，但就中国补贴自家产业的大战略来看，长期下来，福斯不见得会有利。加上美欧开始以关税应对中国倾销，福斯的这种做法，未来很可能会是省了人工却赔了关税。而从股市的表现来看，与跑赢欧股大盘全年大涨 19% 的德国 DAX 指数表现非常不同。2024年福斯的股价下跌达到 24%， 股息殖利率高达 9.9%。 除了股价下跌，还因为公司秉持高配息政策，以吸引机构投资者，本益比仅不到4倍，目前是德国 DAX 指数第10大市值股票。那么汽车赛道的另一端赢家会是谁呢？那就是全球销量龙头 Toyota 丰田。丰田这几年来都没有跟着其他车厂疯狂投资纯电车，而是固守油电混合车，以及持续投入发展氢气车。在2024年11月公布的2025年财政年度第2季的财报当中，丰田的油电车占销量达到 40% 以上，远高于2023年同期的 30%。然而丰田的营业利益年衰退达到 20%， 这是受到美国成本高涨、日本销售下滑以及中国杀价的影响，也因此将2025财年的产量目标下调 1%。 丰田因为没有大力投资纯电车，才能避开中国车厂的杀戮。虽然如此，本业获利衰退幅度还是高于市场的预期。丰田2024年以来股价小跌 4.4%，同样落后上涨 15.6% 的日经225指数，但是目前本益比为 8.3 倍，
依然是汽车行业的优等生。事实上，能够避开中国车杀价战的只有丰田和法拉利。法拉利瞄准顶级市场，每辆车平均单价超过台币1000万元，天生就对杀价免疫。2024年，法拉利的股价上涨 27%， 本益比高达52倍，净利润率达到 22.5%。而丰田最正确的决策就是当年没有跟风重压纯电车。集团会长丰田章男还曾经因为这个决策被业界嘲笑冷落多年，如今冲击却是最小的。丰田章男认为，电动车最多只能占全球销量的30%，其余70%由混合动力、氢燃料以及燃油车来分食。如果他的眼光仍像过去一样精准，那么丰田的车种分配、消费地建厂以及发展氢气车的策略，在未来的竞争环境下将会占据最有利的发展地位。钢铁市场也是一样血流成河。不过在继续说明之前，财讯想祝福所有的频道会员与观众新年快乐，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肯定。为了让频道可以持续改善与优化，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，欢迎点选影片下方资讯栏中的观众回馈大调查问卷，我们会根据您的意见来调整频道经营的方向。谢谢大家，也祝大家蛇年行大运。中国的宝钢虽然维持营收平稳，但是在中国基建与房市放缓、产业低价竞争严重的情况之下，利润率也是节节下滑。最近期的营业利益率 1.12%， 已是近7季以来的最低。不过股价在2024年以来上涨 14%， 主要是受惠于中国9月底政策利多拉抬的关系。反观我国的中钢，在2024年的第3季，营业利益率已经是负的 1.43%。2024年以来，股价大跌 26%， 加上肩负了政策的使命，例如投资新达海基，惨赔60多亿元，要大到扩幅改革，需要很大的决心。而钢铁赛道中表现最好的应该是德国的莱茵金属，因为战车、装甲车、自走炮的军工企业受惠于俄乌以哈战争，业绩大好。2024年以来，股价上涨了快1倍，又再一次证明了在杀价的红海之下，企业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利基，才能够站稳脚跟。石化业也一样卷到无路可走。中国的中石化在行业内卷中获利也是衰退的，但是股价有国家护盘，2024年以来上涨 14%。反观曾经是存股族最爱的台塑集团，受到中国的杀价冲击，获利大衰退，过去4季的 EPS 为负的 0.69 元，2024年股价更是大跌了 54%。而石化产业中表现相对好的应该是日本的信越化学，创业至今99年，从石化产品一路转型到半导体材料，营业利益率都能维持在30%以上。股价在2024年随着日本半导体股下跌，跌幅 10.4%， 相对轻微，可以归功在它早期转型的功劳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要在中国的低价倾销战中存活，企业必须要做到哪些事情呢？ A. 打不赢就加入，削减成本，一起杀价竞争。 B. 及早开始积极转型，避开中国低价赛道。 C. 拥有独特的商品利基，还有企业定位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想知道更多的产业数据，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28期。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还有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